今天你穿一件 T 恤出门，没人觉得奇怪，但如果把时间倒回100年前，这件事可能就有点离谱了，因为那个时候 T 恤不是外衣，它是内衣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最日常的穿搭，在过去可能相当于穿着内衣上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件原本不该被看见的衣服，后来却变成了全世界最便宜、最普遍、最高频的表达工具。你印一个乐队是品味，你印一座城市是经历，你印一句口号是立场，你印一个 logo 是圈子。有时候你根本不用说话，别人看一眼你的 T 恤，就已经开始判断你是谁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一件原本不能外穿的内衣，为什么最后成了现代人最常用的自我介绍？这期海马档案，我们就来聊聊 T 恤为什么成了最普遍的表达工具。它一开始真的不该被看见。T 恤的祖先不是时装，也不是潮牌，而是一种叫 Union Suit 的连体内衣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整套连体秋衣秋裤，前面一排纽扣，从胸口一直扣到下面。它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保暖、吸汗、贴身。那个年代，衣服是分层级的，外面穿什么代表体面，里面穿什么负责实用。而 T 恤最早就属于里面那层，它不该被看见。一个体面的人出门，应该穿衬衫，最好有领子，再讲究一点，还要有外套。你只穿一件白色圆领短袖出门，在当时不是随性，而是不体面。所以 T 恤的起点其实很低，它不是为舞台和镜头准备的，而是给身体干活用的，吸汗、方便、便宜、耐穿。这也决定了它后来最重要的气质，它不是贵族的衣服，而是普通人的衣服。战争把它从里面穿到了外面，真正让 T 恤走到外面的是战争。20世纪初，美国海军开始把白色棉质短袖圆领、汗衫列入制服系统。它的作用很简单，穿在里面，吸汗方便活动。但在热带海域、甲板上、训练场里，水手和士兵很快发现外套太热了，怎么办？脱掉。于是，原本藏在里面的 T 恤，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现在外面。这不是时尚选择，而是实用主义。太热了，太累了，太不方便了，所以大家就这么穿。到了二战时期，越来越多士兵穿着白色 T 恤训练、工作、休息。战争结束后，退伍老兵把这个习惯带回了日常生活。然后电影又推了一把，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里穿着紧身白 T 恤出现，詹姆斯迪恩在无影的反叛里穿着白 T 恤靠在墙边。这两个形象一出来， T 恤的意义就变了，它不再只是内衣，它变成了年轻、身体、反叛、不服管的象征。这很关键， T 恤第一次不是因为体面被接受，而是因为不体面变得迷人。以前穿 T 恤像混混，后来穿 T 恤像一个不想被规则管住的人。真正的转折是它可以被印上字。但如果 T 恤只是白色短袖，它最多只能成为一种穿搭。真正让它变成表达工具的是印刷，尤其是丝网印刷技术普及之后，一件普通 T 恤突然变成了一块可以穿在身上的黑板。这件事的意义很大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普通人想公开表达观点，成本是很高的。你要有报纸版面，你要有广播频道，你要有广告牌，你要有组织、有钱、有渠道。但 T 恤改变了这件事，你不需要买广告位，你只需要一件白 T 恤，再印上一句话，然后你走上街，你的身体就成了传播媒介。60年代之后，反战运动、平权运动、嬉皮士文化开始爆发，年轻人发现 T 恤太适合表达了，它便宜，它日常，它不会让人感觉太正式，但它又足够醒目。你可以印一个和平符号，可以印一句政治口号，可以印一支乐队，可以印一个城市，可以印一个你加入过的活动。从那一刻开始， T 恤不再只是衣服，它变成了我是谁的一块牌子。T 恤是最便宜的身份认证系统。我觉得 T 恤最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，它可能是人类发明过的最便宜的身份认证系统。一件几十块钱的 T 恤，印上几个字，穿上它，你就好像获得了某种身份。你穿 Nirvana 的 T 恤，不用解释，对方就会觉得你可能喜欢摇滚。你穿某座城市的 T 恤，别人会默认你去过那里，
或者至少你想和那个地方产生关系。你穿一件公司文化衫，哪怕你只是去参加了一场活动，你也短暂的变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。你穿一个潮牌 logo， 别人会立刻判断你是不是懂这个圈子。这很像社交媒体，你发什么头像，关注什么账号，转发什么句子，加入什么群体，别人都会据此判断你。而 T 恤是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最早的一种个人主页，你的胸前就是你的简介栏，你的背后就是你的签名档。你不需要真的完全相信那句话，你也不需要真的属于那个圈子，很多时候穿上就够了。这就是 T 恤厉害的地方，它允许人用极低的成本试穿一种身份。后来 T 恤又变成了一门生意，当表达变得流行，商业一定会跟上。乐队发现 T 恤不仅能传播文化，还能赚钱。旅游景点发现 T 恤不仅是纪念品，还是游客把景点带回家的方式。公司发现 T 恤不仅是工作服，还是移动广告。潮牌发现 T 恤不只是棉布，而是圈层门票。这时候 T 恤的价格就开始变得魔幻了。同样是一件棉质短袖，地摊可能几十块，换成一个潮牌 logo 就可以卖到几百、上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买的已经不是布料，你买的是识别，你买的是圈子，你买的是别人看到你时脑子里自动跳出来的那个标签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件印着品牌 logo 的 T 恤会比一件没有 logo 的 T 恤贵那么多。布料没有贵那么多，贵的是意义。更有意思的是， T 恤还可以同时承担很多角色，时尚单品、政治宣言、身份标签，甚至是阶层信号。西装很难做到这一点，西装更像是在说我很正式，我进入了某种秩序。但 T 恤不一样， T 恤可以很便宜，也可以很贵，可以很街头，也可以很奢侈，可以很随便，也可以很有态度。它的弹性太大了，所以它才会成为现代社会最普遍的表达工具。从劳动现场到所有人的衣柜，时尚不总是从秀场走向街头，很多时候它恰好反过来，先在劳动现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，再被年轻人赋予态度，最后被商业系统带进所有人的衣柜。别忘了 T 恤最初是内衣，是为了吸汗、方便和耐穿，较早把它当作外衣穿的人也不是为了表达态度。水手、工人和码头上的体力劳动者只是觉得这样更方便干活。很多今天看起来很时尚的衣服都有类似的来路。牛仔裤先服务矿工和工人，棒球帽先属于运动场，卫衣也曾是工作和训练时的实用装备。他们先解决身体的问题，后来才开始表达身份的问题。T 恤也是一样，它先被特定群体使用，再被年轻人拿来当作反叛符号，最后被时尚工业变成商品，进入每个人的衣柜。所以 T 恤的反转不只是内衣变外衣，它还说明了一件事，很多流行并不是被谁凭空发明出来的，而是一个实用习惯被不断模仿、改写，最后变成了所有人的选择。以前体面的人穿衬衫，后来不想被规训的人穿 T 恤，再后来所有人都穿 T 恤。从这个角度看， T 恤不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，它是一块被时代不断改写的布。一开始它写着实用，后来它写着反叛，再后来它写着身份，今天它写着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，你穿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你会发现 T 恤从来不只是 T 恤，纯白 T 恤表达的是干净、简单、不用力。乐队和城市 T 恤装着品味、记忆或者向往，品牌与口号则可能写着圈层、消费能力和立场。哪怕你说我只是随便穿穿，但别人还是会从那块布上读出一点关于你的信息。这就是 T 恤最厉害也最微妙的地方，它便宜到每个人都能拥有，又开放到每个人都能往上面写点什么。它不像西装那样要求你进入某种秩序，也不像礼服那样只属于特定场合。 T 恤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，街头、学校、办公室、音乐节、抗议现场、旅游景点、品牌发布会。它太普通了，普通到我们忘了它其实一直在替我们说话。所以下次你打开衣柜，看见那一排 T 恤的时候，可以多看一眼，那里面可能有你去过的地方，有你喜欢过的人，有你加入过的群体，有你曾经相信过的话，也有你某个阶段特别想成为的自己。
你以为那只是几件旧衣服，但它们其实是你过去很多年的身份截图，所以下次整理衣柜时，先别急着嫌旧 T 恤占地方，它可能比你的朋友圈更诚实。好，海马档案这期就到这里，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衣柜里最老的那件 T 恤，上面印着什么？它还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这里是海马好奇研究所，我们下期继续从一个日常物件里重新看见世界。